2022年，越南 GDP 增长8.02%，一跃成为全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也使人称为下一个世界工厂。越南政府更是制定了在2045年成为发达国家的计划。越南真的会成为亚洲的下一个发达国家吗？这次来到越南首都河内，深度探索了7天，不仅拍摄了韩国企业所在地北宁省工业区、外国游客较多的河内老城区，甚至还找到了中国人聚集的地方，采访了4位越南人及1位在越南的中国人，跟他们聊聊关于越南的发展等相关问题，更是在河内这座城市里走街串巷，实地看了2套出租房，了解了越南年轻人的生活现状。希望这期视频对你了解越南或者去越南旅游有所帮助。另外，本期视频比较长，建议大家先收藏再慢慢观看。我现在就在越南北宁省的一个工业园区，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区域中，三星和其他韩国企业占据了整个工业园区的绝大多数的面积。从空中俯瞰更是壮观。没错，如果说越南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国外投资商，那绝对非三星莫属。而越南也凭借三星的手机产业，一跃成为世界第2大手机出口国。根据越南官方的报道，三星在越南的北宁、太原、胡志明市的总投资超过了224亿美元。在2022年，三星全球收入2340亿美元，其中位于越南的4家工厂就占了总收入的30%，收入达780亿美元，相当于越南 GDP 的20%。而且三星还承诺每年要在越南投资10亿美元。三星这么看重越南的投资，越南政府自然也投桃报李，给予了三星各种政策上的优惠，不仅减免税收，工厂用地自然是不在话下了。除了三星之外，韩国的 Localog、好利友等企业也有在这个园区建厂，还有上个视频中提到的河内 CBD 的很多韩国银行，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会在大街上能看到韩国和越南2国友好的宣传视频了。当然，除了韩国的企业，美国的苹果、中国的比亚迪也都纷纷入驻越南开始建厂，所以我们在北宁省毫不意外的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中国街。如果你在这里的饭店中用餐，丝毫感觉不到这里是越南。熟悉的中国菜、山西老陈醋，甚至还有中国特色的外卖软件。只有你走出餐厅，来到街上，看到中文、越南语浑然天成的展示在一块招牌上，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是越南。有中国人的地方，绝对少不了中国美食。从东北铁锅炖到北方的烤鸭、刀削面，再到南方的重庆小面、农家小炒肉，甚至沿海的螺蛳粉、煲仔饭，以及中国流行的奶茶连锁店蜜雪冰城，身在国外却吃在中国，显然已经是海外华人的一大特色。越南的经济发展除了较为依赖出口，还有一点与中国比较像，那就是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我说像，不是指经济发展对房地产的依赖，而是跟中国一样，在快速发展中都遇到了烂尾楼问题。根据彭博社在2023年的报道，越南有超过1200个房地产项目烂尾。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越南的房地产富豪张美兰被指控诈骗120亿美元，据说已经被判处死刑。越南的房地产难道会就此衰落吗？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当我在河内白天走在大街上，夜晚深入到小巷子里，却发现我可能错了。我估计你也猜到了，没错，就是人，年轻人，乌泱乌泱的年轻人。大街上、小巷里、马路旁边的夜市中、地下商场里，到处都是年轻人，他们才代表着越南的未来。越南的城市化建设远远没有结束，更不用说从4面8方来到河内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未来想要在这里扎根生活，房子必不可缺，即使你不买房，也要租房。而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人口红利就是最大的利好。为此，我特意去越南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Vinhomes 在河内开发的豪华公寓 Tan City 社区看了一下，配套的设施、配套的学校，社区里的商店也很多，从蔬菜水果到肉类水产，该有的都有。而且社区里面还配有泳池和儿童玩耍的区域，环境非常不错。我在社区的长椅上休息了一会儿，到了傍晚，夜幕降临，灯光开启，居民们有的在跑步，有的在和家人一起散步，孩子们也在开心的玩耍，说不出的惬意。能看出来这里的居民年纪都不大，甚至还有不少年轻人。如果未来河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那房地产行业恢复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对此，我请教了一位从事中文翻译的越南人，他表示河内的公寓价格又涨了，如果有条件，他未来也会选择在河内购买公寓来居住。我查了查这里的房价，一套83平米的公寓，2室1厅，价格是165万人民币，平均每平米不到2万元。不知道大家觉得这里的房子价格贵不贵？但对于平均每个月只有2500元人民币收入的越南城市居民来说，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也采访了4位越南人关于房子的看法，也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有没有考虑会在河内去买一套房子生活？Tương lai thì em có thể sẽ nam tiến, có nghĩa là vào trong Sài Gòn,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bởi vì ở trong đấy thì theo em biết thì nó phát triển hơn và cái ngành nghề này có thể nhận được những cái mức thu nhập hơn ấy, cao hơn. 那会考虑在胡志明买房生活吗？ Thực ra thì em chưa có kế hoạch đấy lắm, nhưng mà trong cái cái quá trình công tác của em thì em chắc là sẽ sinh sống ở trong đấy. Còn tương lai thì còn phụ thuộc vào đến lúc đấy thì sẽ lên kế hoạch sau. 将来会考虑在胡志明买房吗？ Nếu mà em làm việc ở trong đấy ạ, mà em cảm thấy cuộc sống này ổn định thì em sẽ cố gắng gọi là kiếm tiền để có thể mua nhà và định cư ở trong đấy ạ. Đấy, trường hợp là nếu em cảm thấy em thích nghi được với cuộc sống ở đó. 房价其实挺高的，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Có ạ, thật ra là em cũng có tìm hiểu là Hồ Chí Minh với Hà Nội thật ra mức sống cũng ngang nhau ấy, không chênh nhau quá nhiều. Thật ra bản chất là ở Hà Nội thì cũng vẫn đắt và cao thôi ạ. Nên là nếu mà bản thân em thấy ở đâu đó hợp thì áp lực thì vẫn có, nhưng mà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也遭遇了不少挑战，比如很多城市的房价它就涨得非常高。越南有这样的现象吗？ Ở Việt Nam thì cái giá thuê nhà hoặc cái giá để người lao động bình thường có thể mua được nhà là rất khó, không có khả năng mua, bởi vì đấy là tính cái giá trong nội thành thôi, ở ngoại thành thì có khả năng, đấy, tức là xa trung tâm thì có khả năng, nhưng ở trong thành phố thì không có khả năng. Anh ơi, thế anh cảm thấy những năm gần đây cái giá của những nhà này có tăng lên, có nhanh không? Nhanh Nhanh đến giờ nó vẫn đang lên. Nhanh đến mức nào à? Nó cũng gọi là nhanh nhất các những mọi năm mà để ý từ trước đến giờ luôn. Vâng ạ. Đợt này là nhanh nhất. Vâng ạ. 有时候就很感慨，房子难道真的是亚洲人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命运枷锁吗？当然，买房也不是唯一选择，毕竟还可以租房。接下来就跟着我的镜头去看看河内市区出租房是怎样的吧。第一套房子是在河内的慈联郡，离老城区也就5-6公里的距离。我们从脸书的小组里找到房东，便马不停蹄地打车过来。这里貌似是韩国人较多的地方，有很多韩国餐厅。我们在这里绕来绕去也没有找到，最后不得不再次给房东打电话，远程指导了一下，才找到这套出租房。进来的话，它右手边就是一个小厨房，带一个冰箱，然后呢，这边就是卫生间，有个马桶啦、淋浴啦、镜子啦都有。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客厅了，它这个客厅和卧室相当于是一个大开间儿，这边是桌子、餐桌和办公桌吧，这边是一个类似于榻榻米的这样的一个床，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电视柜啊，可以放电视，上面就是一个空调了。然后到这边，他们这边还有，到这儿呢还有一个小阳台，这个面积很小，我觉得面积很小，空间看上去就比较逼仄，它是在一个巷子里，很深，但是骑摩托车还是方便。然后这边是它的环境，就是窗外的环境。这是它的小巷子，来的时候巷子从那边来，我们是从那边那个巷子口过来的，就一直到楼底下。这个是2楼，有电梯，可能就是南方吧，哪儿都是绿色的这个花花草草，看着非常有生活的这个情调啊。然后它楼上还有一些公共区域，洗衣服的这些地方，等一下去看看。看完房子，房东把我们带到了楼顶的公共区域，在这里可以用洗衣机和晾晒衣服，不过要再单独交9万越南盾的费用。公共区域的面积也不小，
划分出来了洗衣晾晒区、健身活动区和休闲区。楼顶的风景不错，视野比较开阔，处于亚热带区域，这点特别好，就是在哪里都能看到绿色，郁郁葱葱的，非常养眼。我整理一下这个房间的价格，房租420万越南盾，需要1个月的押金，水费每个月12万，电费3800一度，清洁费每月每人5万，宽带每个月10万，这家安装的电梯每月每人也要5万的电梯费，再加上刚才提到的洗衣晾晒的每月9万的费用，假设每个月用30度电，差不多要470万越南盾，换算成人民币大概要1340元，换算成美元仅仅185美元。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套出租房的价格怎样呢？如果是你，会考虑租住吗？第二套房子是在洞多郡，位于河内的市中心。我们到达的时候，房东临时告诉我们要晚一点，便在附近的餐厅吃了点饭，人很多，也非常的热闹。餐厅的小哥待人非常礼貌，闲暇之余会拿起他的水烟抽2口，非常的惬意。吃完饭，在旁边又一次看到了火车穿街而过的景象。如果不是周围的人都说着越南语，我一度以为这是中国的某个小城。终于等到了房东带我们去看房子。夜晚的巷子里，两边都是商店，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即使已经晚上8点多了，还有一些店铺在营业，也多亏了他们，才让只有1个路灯的巷子变得明亮。整个房间的面积不大，进门右边就是一个卫生间和水池，有热水器、淋浴。再往里走的话，右边就是厨房的位置，还有一个油烟机，然后上面也有几个小柜子。然后这边呢就是衣柜和一张双人床，然后整个房间的这个窗户就在这边，有点暗不见光。因为楼和楼之间的间隙很近，所以它就特别暗，有一种这种城中村的感觉。就是如果大家之前看过我那个城中村的视频的话，就知道了，就非常的暗。窗户上边是有一个空调，整个房间没有洗衣机，洗衣机是有一个公共的区域，需要整体洗完之后去楼上晾晒。我等一下带大家去看看。跟第一套出租房一样，洗衣晾晒区也是在楼顶，只不过没有休闲和健身区，毕竟是市中心，寸土寸金。我们也问了一下价格，房租是450万越南盾，也需要1个月的押金，水费每个月10万，电费3500一度，清洁费每月每间房10万，宽带每个月7万，洗衣机每月5万，1个月按30度电算下来，差不多要490万越南盾，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1400元。换算成美元才194美元，所以你知道为啥欧美人都爱来越南了吧？我们跟房东聊天得知，这个房子是他花了大概60亿越南盾买的，一共6层楼，除了1层用来停放摩托车，剩下的都拿来出租。我大概算了一下，每间房490万越南盾，10间房就是4900万，一年出租的收益就是5.9亿，10年60亿就回本了，每年的出租回报率能到10%。看到这里，我突然也明白为什么这里的房贷利率这么高了。看过这2套房，我想到了曾经去过的北京城中村，原来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也是不分国界的。得益于越南的开放政策，除了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此投资，还吸引了很多外国人来越南旅游。我抵达越南河内的第1个晚上，就住在龙边桥的一个火车站旁边。每天早上听着火车呜呜的声音起床，再到窗外看着它载满乘客，哐当哐当的离去，然后才下楼到对面的咖啡馆来一杯咖啡，望着窗外龙边桥上的机车洪流，让大脑慢慢清醒。或许是因为龙边桥很有名，经常能看到一些外国游客来店里品尝咖啡，或者在外面与火车拍照留念。其实也不仅仅是龙边桥，如果去到河内的热门旅游景点，你只会看到更多的外国游客，而作为其中之一的我，自然也要去逛一逛。第1站便是有人推荐的火车咖啡街，这个危险又刺激的景点成功吸引了非常多的外国游客，他们在这里或是一家人，或是3、5好友，慢慢的等待着火车，大概等了10分钟，火车便呼啸而来。是不是非常刺激？在火车行进中，人与火车的距离仅有30-40厘米，
稍微往前一点，轻则受伤，重则一命呜呼。等火车离去，不同国家的游客会在此时给你完全不同的感受。中国游客热衷于我来了，我来过，拍照打卡之后便要奔赴下一个景点，显得略微有些匆忙。欧美游客则在街边或者咖啡馆里一边聊天，一边惬意地喝着啤酒咖啡，似乎完全不在乎时间的流逝。而印度的游客则完全符合电影中的印象，一言不合就会开启又唱又跳的模式。第二站，我们便去了环剑湖。这里最吸引我的不是黎太祖还剑的故事，而是这里的大树。或许是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我对树木和草地有着说不出的亲切感。所以，当我看到环剑湖这里的参天大树以及半倾倒在河里，树干已经成为游人的长椅时，一种喜悦感油然而生。而且，外国游客似乎也很喜欢这里。我看到很多人都坐在这里休息、拍照。作为河内的著名景点，不仅外国游客很多，本地人也很喜欢这里。一位越南大姐穿着越南的传统服饰奥黛在湖边拍照，我偷偷拍了几秒镜头给大家欣赏一下。不得不说，奥黛这种衣服穿着起来总是能非常好的凸显东方女性的柔美曲线。河边还有一对新婚夫妇在拍摄婚纱照，他们看起来非常恩爱，在拍照的时候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驻足观看，有不少人也举起相机给他们拍照留念。我也被他们的甜蜜温馨的笑容所触动，才有了大家所看到的这些画面。在这里休息的时候，还意外地发现了原来越南的大妈们也喜欢广场舞，这也引发了我的好奇。没有越南大妈的陪伴，越南的大叔们都去干嘛了？有知道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先在这里谢谢了。游览这些景点的时候，总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时并没有太在意。等我回到北京，去了王府井，去了北京的胡同，才想起来10几年前的北京不也是这样吗？旅游景点到处都是外国人，这才刚刚过去多少年，外国人怎么就少了呢？有一组数据可以非常好的说明问题。据越南官方报道，越南第一季度接待的外国游客就多达460万人次，而中国第一季度的入境游客仅为198万人次。为什么外国游客都喜欢来越南呢？没错，超低的物价。要知道，现在1美元可以兑换2.5万越南盾，而2.5万越南盾就可以在越南买一个法棍来充当早餐了。再花1到2美元喝一杯咖啡，赚美元在越南花简直不要太爽。而且越南人的英语水平还不错。这几天在河内的旅游经历来看，基本上稍微大点的咖啡厅、餐厅都可以用英语进行沟通。在越南期间，还有幸被邀请去一位越南大哥家里做客，他们特别为我们准备了春卷和虾饼等越南传统美食，也让我十分感动。在这里也感谢他们的热情好客，如果有机会，下次还会去越南拜访。超高性价比的服务，再加上越南人的英语不错，可以顺畅沟通，和他们的热情好客，最后则是越南政府开放的签证政策，除了免签国家，其他国家的人都可以申请电子签证前往越南，停留最多90天。所有这些都为外国游客来越南享受超高的旅行体验提供了完美的条件。我想这也许是外国游客都喜欢来越南的原因吧。抛开以上因素不谈，越南独有的文化也是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拿早餐来说，你可以选择法式面包，也可以选择传统的牛肉米粉。到了晚上，你可以喝咖啡，也可以饮茶，甚至到酒吧里选择本地产的精酿啤酒，小酌一番。也可以约上3、5好友，在路边的夜市一边看着人来人往，一边聊天。当然，如果你选择深夜到路边摊品尝一下烤猪肉串，说不定会跟我们一样，也会遇到城管。越南城管来啦！除此以外，我在河内的大街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参天大树，长得枝繁叶茂，树龄也不小了，甚至有一些树腰围非常之大，需要多人伸手环抱才能围住。后来向越南朋友请教才得知，越南人认为一些上了年龄的树木会有灵气，不愿将其砍伐，所以在大街上、文庙里，甚至河内大学中，古老的树木才遍地可见，保护得非常好。哦，对了，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越南的火锅，倒不是说蔬菜和肉有多大的区别，关键在于蘸料，它是用小青柠来代替醋，提供酸味。这种用天然食品代替加工的调料，我觉得更安全也更健康。更有意思的便是越南的多种宗教文化，
早期受古代中国影响，越南人比较信仰佛教，所以你在越南会发现很多大大小小的寺庙，甚至道观。但是近代受法国殖民影响，也有一些越南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在这里你也会看到一些教堂。我在河内走走停停，发现很多寺庙和道观上的文字都是汉字，而河内的文庙跟中国文庙一样，供奉着的是孔子，牌匾也是中国清朝的皇帝康熙的题字。而在河内大学里还有一个孔子学院，由此看来，越南的儒家文化也是一脉相承。我在文庙里停留了不到1个小时，来来往往的游客不仅有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还有不少欧美人。由此可见，越南的旅游业是多么的欣欣向荣。外贸出口有3星，国内的房地产行业也在慢慢恢复，而旅游业更是发展的如火如荼。那越南成为发达国家的计划是不是指日可待呢？越南 GDP 经历了2022年8%的增长之后，出乎意料的是2023年直接下降到了5%，最大的原因则是外贸出口严重依赖3星。前面我们提到，3星有30%的手机是从越南出口的，当手机出货量下降时，便直接影响到了越南的经济表现，而背后的隐忧也不仅仅是对3星的过度依赖。越南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非常的不完善。就拿3星的手机制造来说，越南的3星工厂其实只负责组装 CPU 芯片、摄像头、屏幕和存储芯片，均来自韩国本土、中国及其他地区。这充分说明了越南的工业制造目前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这是我在北宁工业区街头拍到的，路边停靠的汽车清一色的都是日本和韩国产的，偶尔会有越南本土品牌的电动汽车 VinFast。不过大家也清楚， VinFast 的供应链的背后则是400多家中国企业。而在我住的民宿里，家电也全部是日韩品牌。在中国，不论是这些小家电还是汽车领域，竞争已经十分白热化了。但是在越南，能够大量生产这些产品的厂家屈指可数。其次，越南的基础设施，不论是高速公路、高铁还是电力资源等等，远没有那么发达，尤其是电力。在2023年5月，越南发生了一次大面积停电，导致大量工厂停产。根据世界银行估计，此次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4亿美元，相当于越南 GDP 的0.3%。而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则是人才不足。据统计，越南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人数只占所有大学生的30%，这比新加坡的46%、马来西亚的50%、德国的39%，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些发展中的问题都需要越南投入资源、投入时间去慢慢完善。关于越南的发展呢，我也跟前面几位越南朋友和一位中国朋友聊聊，一起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您看好越南未来的发展吗？Cái niềm tin của Việt Nam này vào tương lai thì gần như cũng không có, bởi vì cái cung ứng bây giờ là theo chuỗi sản phẩm của thế giới rồi. Ví dụ Việt Nam mình chỉ làm một cái chi tiết của một cái bộ phận nào đó của một cái máy nào đấy thôi, chứ không được làm. Đấy. Việt Nam chủ yếu là cho thuê công xưởng giá rẻ. Cái công xưởng này thì họ sẽ thải ra những cái chất độc. Tôi thì cũng đã từng đi làm với cả công ty của Nhật. Khi hàng hóa và xuất nhập khẩu vào Nhật Bản họ yêu cầu rất cao, có khoảng tầm 2 đến 300 hóa chất mà tôi còn chưa biết, họ cấm nhập vào thì hỏi rằng là những cái đấy thì họ đầu tư vào Việt Nam họ sẽ thải ra chất độc đấy, thì là người dân sau này sẽ là cái người phải gánh chịu. Mà tôi nghĩ rằng là cái việc mà y tế sau này là và bán thuốc là sẽ là cái người mà kiếm được nhiều tiền nhất trong tương lai. Dạ có, bởi vì Việt Nam đang là, người ta thường nói là Việt Nam cũng là con rồng của khu vực Đông Nam Á ấy ạ. Thì người ta khi mà nhắc đến Đông Nam Á thì người ta sẽ nghĩ đến Việt Nam là cái tên phát triển đầu tiên. Thì em rất là có gọi là niềm tin vào đất nước của em ạ. Bởi nhiều năm trở lại đây thì Việt Nam cũng thu hút rất là nhiều gọi là nước khác về đầu tư ạ. 您看好越南的未来吗？我看好中国，我看好中国，因为我们中国毕竟人口基数在那里嘛。然后如果国家在疫情之后会做出重大的改革的话，我相信我们中国还是会变成那个，还是会提升那个世界强国行列的。就是我之前看那个新闻报道，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是中国有一些产业就已经转移到了越南，就是也有人说啊，说是那个越南未来会代替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你认为有可能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讲？首先，它的基建设施没有中国发达，
它的配套设施没有中国好，然后呢，它的交通没有中国好，虽然它的政策某方面还是比中国要开通一点，比如说可以上 Facebook、Google 这样的社交软件，但是它的一些最基础的涉及到那些运输行业啊、制造行业的那个是没有中国的完善。在这个地球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能不能成为发达国家？那里的人们到底能不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是我在越南旅游时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只是当下我确实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只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越南7天所了解的越南的优势和劣势。关于越南的优势，从地理上看，越南有着长达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这为越南的旅游业、渔业和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人口来看，越南人的平均年龄为33.7岁。越南年轻人很多，经济也很有活力。只要大家近距离与越南人接触，就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点与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访问互联网有一定关系。毕竟在越南，你是可以自由访问脸书、YouTube 和 Twitter 的。而且越南人的勤奋在亚洲也是出了名的。如果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那我愿意把越南人排在第2。最让我羡慕的，不管是河内的老城里还是新城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房子，而这些房子的产权则是永久产权。顺便提一下，越南也是世界上第138个公开官员财产的国家，这绝对是一种进步。而越南的劣势也有不少，首当其冲的便是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报道，越南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预测显示，在2036年，越南将正式进入老龄化阶段，相对应的经济增长自然也会放缓。我在河内使用 Grab 叫车时，几乎每次来的都是50多岁的大哥。伴随着老龄化而来的，还有生育率的下降。越南的人口出生率已经连续多年徘徊在1.9，已经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在我刚到达越南时，因为没有更换领事签，无法入境，相关的工作人员则用普通话低声跟我说：“100元1位，快速通过。”是的，腐败，每个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是越南的腐败则有点名声在外。在越南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之前，能很好的解决老龄化、人口出生率低和法治的问题吗？我个人觉得有点悬，但是我个人希望越南可以成为亚洲的下一个发达国家。毕竟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如果你都看到这里了，我必须要对你说一声感谢，因为这期视频的内容联系比较紧密，也不是太好拆分，索性就做了一期超长的视频。希望这期视频对你了解越南或者去越南旅游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不错，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会继续制作更好的视频。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视频咱们再见，拜拜。